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长相思男星金安在，邓为遭遇移化危机。嘿，听说没？长相思2这回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，终于要掀开他的神秘面纱，跟咱们观众见面啦。前阵子剧方搞了个大动作，来了个俄剧派对红毯，4位男主集体亮相，那场面粉丝们可是等的花儿都谢了。不过吧，亮相的同时，争议也跟着来了。比如说邓为是不是有点疏于身材管理，咋就移化了呢？王弘毅情商低的说法又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还有那个搞笑的梗，张晚意想去扶杨紫的人形立牌，结果被挡了，这是啥操作？话说回来，长相思第1部在去年暑假可是火得一塌糊涂，粉丝们对第2部那是望眼欲穿啊。现在他终于要来了，大家心里那叫一个激动。不过嘛，时间不等人，1年过去了，长相思2的热度能不能延续，还真是个谜。再看看那4位因为这部剧一夜爆红的男演员，他们这1年混得咋样了？这事儿咱们还得细细道来。说到张晚意，这哥们儿算是正剧小生转型古偶的典型案例了。记得在《长相思》里，杨紫亲口认证他是男1号，可因为角色枪悬的人设不太讨喜，人气上总感觉被其他2位兄弟盖过了风头。不过张晚意这人挺佛系的，从正剧圈出来的他，跟其他男演员同框时，从来不会刻意抢镜或者博眼球。其实吧，除了长相思，张晚意在业内的口碑一直不错，资源也不少，就是差那么点人气。想想也是，这哥们儿都出道8年了，90生里的老前辈了。在长相思之前，他已经交出了《觉醒年代》《乔家的儿女》这些既有口碑又有收视的作品。可惜啊，他总是处在剧红人不红的怪圈里，有时候接受采访也会忍不住吐槽，其实不排斥流量，有了流量，接戏的时候才能有更多的主动权。所以拍完《非凡医者》和《勇敢的翅膀》这2部正剧后，他就一头扎进了大制作古偶剧《长相思》的怀抱，算是给自己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吧。话说回来，在那个鄙视链明显的电视剧圈里，张晚意从正剧小生跳到古偶剧的池子里，难免会被贴上自降身价的标签。不过这哥们儿心态好，刚从长相思的热度里抽身，立刻又投入央视大剧父辈的荣耀的怀抱，无缝衔接，简直就是劳模典范。要说去年下半年，那可是张晚意的高光时刻啊。先是靠长相思里的枪悬一脚火得一塌糊涂，紧接着3部压箱底的好戏轮番上阵，父辈的荣耀、非凡医者还有我知道我爱你，题材跨度大得惊人，从扶贫剧到医疗剧再到时装爱情剧，啥都能 hold 住。特别是我知道我爱你这部剧，张晚意饰演的角色是个男小三，加上之前在乔家的儿女里爱上师傅，在长相思里又爱上了妹妹，这几次背德人设让他频频登上热搜，话题度蹭蹭往上涨。只能说这哥们儿选角胆子大，演技也在线，难怪能引发这么多讨论。说到演技，虽然有人吐槽他有时会有点僵，离开古偶剧的美颜滤镜就差点意思，但整体来看，张晚意这位升级版咖位的小生正一步步稳扎稳打，按部就班地规划着自己的演艺之路。眼下他的主战场还是古偶剧，去年一口气拍了和任敏搭戏的《锦绣安宁》，跟王楚然合作的《柳州记》，还有正在热拍的和景甜搭档的《四锦》。这些剧虽说都是古装恋爱的老套路，但他演的角色可不简单，从低人一等的庶子到傲气十足的王爷，再到游走在世俗规则之外的腹黑皇子，每个角色都跟之前的枪悬大相径庭，但造型嘛，好像没啥变化，这对演员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。
至于张晚意能不能靠着这几部古偶剧一路冲上一线明星的位置，咱们还得边看边猜。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，就看东风什么时候刮起来了。自从《长相思》火了后，商业价值也是蹭蹭往上涨。今年又多了个珠宝品牌和男士护肤的大使头衔，加上去年拿下的 Fresh、Cetaphil、瑞幸咖啡、御品盛宴等一堆代言，也算是收获满满。不过这哥们性格低调的紧，不拍戏的时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参加的综艺节目少之又少，除了作品宣传期，平时基本没啥曝光率。再来看看《长相思》里的男二号邓卫，这小伙子长得帅，身材好，穿上古装简直就是画里走出来的清秀少年，吸粉无数那是必然的。但是为啥最近有人吐槽他越来越移化呢？这个问题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。邓卫在《长相思》里扮演的涂山璟，那可是女主小妖的正牌男友，性格温柔又深情。除了有时候有点优柔寡断，简直完美到没朋友。趁着剧热，邓卫的时尚资源就跟开了挂似的，一口气登上了《费加罗男士》和《风度》两本时尚杂志的封面。私下里他本身就是个潮男，所以在镜头前的表现力自然不在话下。最牛的是他的手风杂志，短短12小时就狂销1000万加，人气火爆到让人啧舌。还有人专门统计过，他的杂志销量只输给顶流王一博和肖战，这实力杠杠的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邓卫在娱乐圈里几乎是透明的存在，跟张晚意一样，还被贴上过普男的标签。这位从中戏舞剧系毕业的小哥，2020年才正式出道，虽然之前在《玉龙粽子》等剧里露过脸，但从来没当过男一号。现在看来，逆袭之路已经悄然开启。说到邓卫的黑历史，可能就是那次被扣上小牌大耍的帽子，上了热搜的事儿。2022年9月，在某个机场的电梯口，本来粉丝们挺规矩的等着他，一见着他，咔嚓咔嚓拍照。结果，同行的工作人员突然来了一句：“行了吧，行了吧。”还伸手挡粉丝的手机，上了电梯立马关门。那态度，真不怎么样。这事一出，网上炸锅了。工作人员后来解释说是怕人群聚集，影响机场秩序，还道了个歉。但说实话，邓卫当时啥也没干，却被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连累，成了全网吐槽的对象。真实躺着也中枪，活生生的小牌大耍现场。更有趣的是，他还跟于正闹过别扭。同年晚些时候，有个粉丝跑到于正的社交媒体底下推荐邓卫，结果于正直接回怼，伺候不起大牌。这事儿也是够让人尴尬的。后续的事情嘛，有点绕。据说早在2018年，邓卫为了入行，可能去试镜过离歌行。不管咋说，这事儿被翻出来后，于正也表态了，我可能记差了，但人肯定没错。等到邓卫因为《长相思》火了之后，这陈年旧事又被人提了一嘴。不过好在之后他没再惹啥争议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在《长相思》里的表现，让同剧的杨紫都夸他跟17有点像，双商在线，这评价挺高的。话说回来，邓卫红了之后，他的事业发展路线有点让人看不懂。除了拍完的古装剧《云秀行》，去年1、10月他又进了仙台有树剧组，搭档是小花向韩之。这部剧今年2月已经拍完了。看这架势，邓卫这是要稳扎稳打，一步步来啊。从流出的照片来看，邓卫的古装扮相还是挺仙的，有种冷冷的美男子范儿，确实挺勾人的。不过说到演技嘛，他在演涂山璟那会儿可没少挨喷，有人吐槽他表情僵硬，像是面瘫。特别是小妖被虐那段，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。长得帅是真，
但邓卫的面部管理有时候不太给力，一笑起来就容易破功。再加上走红后，他好像不太爱营业，粉丝们都在问邓卫到底在忙啥。最近他参加了腾讯视频的一个活动，又被眼尖的网友发现好像胖了点，还有点移化的趋势，这变化有点让人意外。总的来说，邓卫这位小哥哥颜值和演技都有待打磨，但人气和话题度倒是不缺。接下来他会怎样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这事儿让网友们直接开麦，粉丝的说实话提醒他注意下形象管理，不能光顾着喊帅呆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下去，哪个剧组敢找他拍戏啊？确实，形象和专业度对于演员来说都是挺关键的。再来说说谭健次，这哥们儿野心不小，想当演技派。在《长相思》里的香柳之前，他就已经火得不行了。据说还是几位主演里片酬最高的那位。谭健次是从男团出道的，唱歌跳舞样样在行，但他不甘心只当个偶像，转型做演员后，挑的角色个个有分量，每次表现都让人眼前一亮。比如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司马昭，还有猎罪图鉴里的沈毅，这些角色让他一路升级打怪，成了既有实力又有人气的准顶流。谭健次这股子冲劲和对演技的追求，让他在娱乐圈里独树一帜，看来他离真正的顶流位置也就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了。趁着《长相思》热火朝天的时候，谭健次的商业价值那是蹭蹭往上涨。听说在那年9月，他在所有男星里头商务价值拔得头筹，广告代言接到手软。粉丝们也是拼了，立志要把自家偶像推向国际。谭健次生日那天，全球大屏投放，纽约、伦敦、米兰，排场大得不得了，真够豪气的。说到作品，谭健次这资源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，一部接一部。刚播完《长相思》，立马就上了《很想很想你》。接下来和王楚然搭戏的《爱情有烟火》，跟周依然合作的《四方馆》都在排队等着跟大家见面。最近的新剧《滤镜》也已经拍完了，而他又现身《猎罪图鉴2》的招商会，这节奏根本停不下来啊！话说回来，谭健次不仅在小屏幕上演技炸裂，在大荧幕上也是一路高歌猛进。他和小花张婧仪一起主演的《被我弄丢的你》，虽然因为题材关系，观众反应平平，但全球票房居然接近3000万美元，这成绩也是相当可以了。从这里能看出，谭健次对演戏可是有大大的野心，他不仅仅局限于古装偶像剧或者现代爱情剧，还涉足了悬疑、科幻、外交这些硬核题材，明显是在往实力派发展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偶像派的标签。再说说《长相思2》，这部剧里的香柳虽然最后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，却成了剧迷心中的完美男神。这种悲情的结局，无疑给谭健次的人气再添了一把旺火，让人对他更加难以忘怀。咱们再来聊聊王弘毅，这位在《长相思》里饰演赤水风龙的小哥哥。本来啊，他手里拿着的可是一副王炸牌面，演的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形象，简直不要太圈粉，帅气的外表更是让一大批迷妹为之疯狂。虽然比不上前面提到的那3位大佬那么风光，但王弘毅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，资源好到让人眼红，感觉他的星途就像是开了挂一样。然而世事难料，最近的2次公开露面，却让王弘毅从云端跌到了谷底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家口中的情商黑洞，甚至还被贴上了人品欠费的标签，这反转也太快了吧！即便如此，《长相思》之后，王弘毅还是接到了《面无双》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这样的超级大作，搭档阵容也是豪华至极，唐嫣、程毅、李一桐，一个个都是圈内的顶流人物，这资源真是让人羡慕又嫉妒啊！
虽说王弘毅演的角色都不是男一号，但这资源链简直就是别人家的梦寐以求啊！最近他参与的金庸武侠世界刚一上线，就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在俄剧派对上，他和黄奕同台亮相。按理说，他扮演的杨康应该对饰演穆念慈的黄奕温柔体贴才对，结果呢？全程冷脸，连把伞都不帮人家拿一下。黄奕只好自己撑伞，自己收伞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王弘毅全程只是机械式点头，完全没想帮忙的意思。更离谱的是，俩人原计划要拍的宣传照也泡汤了，这让网友们纷纷开喷，名气不大，脾气不小，事儿还真多。还有人猜测，是不是为了配合《长相思》的热度，他只想要和杨紫炒个 CP 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王弘毅手里的待播作品可不少，比如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《七夜选面无双》，每一部都是大制作。现在他还在和卢玉晓一起拍摄古装剧《榜上家婿》，看来这资源链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！